好，来看看今天是给大伙带来一个忍者棒球的全新速通记录啊。在这里呢，我纠正大家伙的对于这个游戏的一个理解。这个游戏呢是这样的啊，速通记录呢是黄人，以黄人为准。这里面大家伙可能不太理解啊，为什么是黄？小的时候觉得是绿人最厉害啊，怎么能是黄人最厉害呢？真的是这样的啊，真的是黄人最厉害。当然呢，如果是你玩摊分的话，绿人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，它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来刷分啊。但是呢，如果说拼拳脚功夫，很多人说那肯定是小红人厉害呀，对吧？他那个对吧，武功那么高强啊。但是事实上呢，就是攻击力还是小黄人厉害。小黄人呢，尽管啊大家伙不会练必杀，其实很好练啊，就是后上前跳。很多人以为是后下前，不对的，是后上前跳才是他的这个必杀。当然咱们先不说小黄人啊，速通的话小黄人已经是20分钟冒头了，如果要是发挥好的话，很可能会打进20分钟，而小红人的记录呢也是20分钟啊，这是21分钟多啊，这确实慢了很多。这里面操作者呢是来自于广州恒大宇宙队啊，他的表演也是创造了游戏平台的一个速通记录。这里面跟 TAS 或者说跟一些其他单机的这个记录不一样啊，咱们只以平台为准啊。这里面呢咱们的打法你看可以选择用前的下后手来打出这个效果，然后抓住之后，然后利用 AB 的血杀。这里面啊红人的必杀呢是有2种练法，第一种练法呢是前后下前跳，就是一顿打完了之后呢往前一拍，用脚一蹬，一个火属性啊，知道什么意思吧啊？但是呢如果要是前下后手的话啊，前下后跳的话，那么它就是没有往前拍那一下，一顿打之后呢直接蹬了，这个是不一样的啊，大家伙一定要想清楚啊，这绝对是不一样的。然后呢同时摁住 A 的话呢再摁跳，小绿人呢是一个小空投技，然后小红人呢是一个火腿啊，一个火腿。必杀的话呢，我一直以为这个小红人转的是骰子，后来想一想，骰个屁啊！这不是那个岩石嘛，岩浆啊，那种感觉啊，陨石。然后这里面贴图会有一定的 bug， 跟街机不一样，而且在通关之后呢，也有一定的这个贴图 bug， 这里面都不要考虑。如果你要没有这个 bug 的版本的话呢，它模拟的不完全，它的声音会有问题。不过我个人感觉，有的时候贴图可以忍，但是它的配乐啊完全不能忍。如果配乐它不好的话，那肯定是我宁愿它贴图不好的，真的。然后这里面可以看到小红人为什么慢呢？因为它的攻击力还是比较低。很多人说那小绿人的速通快不快？不快。小绿人的话跟黄人也是比不了的。刷分的话，小绿人是绝对是无敌的啊。好，这里面的这个鱿鱼，我们感觉这个鱿鱼小的时候是最讨厌打的，因为它居然会立回啊，就是你正面打，它会绕到你身后，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绕你身后，你刚转过来，它又绕回去。然后呢，你用小绿人跳起来，用那个 Sparks King 这招呢，他居然还会升龙拳，他会跳起来给你升龙啊，非常的恶心。所以说非常难。有的时候呢，咱们这些高手啊，宁愿啊用这个超必杀啊，用这个超必杀来打他，没有办法。然后呢，他还有2管血，因为有一个头上有一个头套的替身啊，所以说非常的难，这里面就不多说啊。总体来讲呢，菜鸟最害怕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东西，但是事实上也差不了多少。好，这里面的速通，很多人说速通为什么要用这个必杀呢？我这么说一句啊，其实小红人的必杀呢看起来很慢，其实还好。那个蓝人的必杀啊，一条大河波浪宽啊，那蓝人的必杀也是挺适合来速通的。好，这样的话可以一直打完之后躲一下啊，一直打躲一下，不躲他还会再冲过去，然后呢一直这么打。这个 boss 啊，只要你这么打的话，他会无脑冲的啊，他会无脑冲，他一直在冲，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可以一直这么打他，这跟傻子没区别啊。好，感谢我们的小庞赠送的办卡。你看，无脑往前冲，这个也是需要一定的运气啊。据说有人通过走位可以逼他一上来就这么打啊，最后抓过来之后呢 ，AB 血杀一个灯，不想浪费这个时间。血的话呢，想吃就吃，不想吃也不吃啊。把这个第2关的 BOSS 打完之后，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啊，就是为什么这个没有小兵呢？因为他只要练这个冲刺的这个招式啊，然后他就无限冲了。只要你一直在冲刺的时候给他一套招，他就是无限冲，最终呢就是傻子一样啊。好，我们看看现在这边是要捏
用连发捏的话，可以看到啊，仅仅用了4秒钟啊，就是理论上来讲，因为它是从9秒倒计时，也就是说3秒钟左右，它点了56下就快速点到56下就可以通关。这个很多人说是不是开了这个连发工具了？其实平台呢自带连发，可以直接就点的。这一点要跟大家伙说一下。然后第3关这个扑克牌呢，虽然说扑克牌有时候很讨厌啊，比如说有这个蓝色扑克牌还好点，喷火的扑克牌呢，还有这个快速的扑克牌啊，包括这个绿色发拳头的扑克牌，打人血量啊，费血会非常多。但是呢，它有一个非常难的地方，就是不是说咱们难，是它难。咱们抓这个草花这个也好，还是抓住这些，只要是扑克牌，只要你抓住它之后呢，一个前跳。就像 AB 血杀的姿势是一样的，它就会直接被秒掉。这一点设计呢也是非常逗啊。我墙上的字呢，是因为它比较矮啊，如果调到上面的话就可以看到上面。我只是让你们看到我的身材啊，所以说我才没有那么调。好，直接炸过来之后，我们看看出现2个棒球，他还是选择把2个怪放到一起打比较好啊。好，这个也是，机器人呢也是一样啊，你抓住机器人一个前跳，有一个类似于像雷电属性的感觉。像这种大地图的练全屏的超杀，也是可以帮助咱们快速的清兵。然后吃血的话，还是避不了要吃。勾引出来之后，我们看看，抓过来啊，没有抓，直接就是血杀。抓过来前跳，一手必杀。我们看看。因为这里面有一个中型的补品啊，所以说还是够吃的啊，够用。这样还能再练2个超杀的。我们看看勾过来，这个其实是可以脱屏幕脱没的。哎，你看这也是一个技巧啊。这我都知道他想要干什么。脱屏幕这招呢，其实并不是所有小怪都能脱，就只有这个怪啊，这个精英怪呢，因为它有2条命啊，可以脱死他呢是真的挺好的。你打死他要费很长时间啊，这个人呢非常猥琐啊。而且一旦把他2个盾牌打掉之后呢，他会无限放炸弹，更恶心。看看这里面，先手一个前扣过来蹬，然后底下2个补没有吃，追地，起身直接贴身打。离得非常近的话，反而他起身的反抗对于咱们来说呢，并没有伤害啊，就是判定没那么高。一直这么打的话，其实速度啊，你会发现还是小黄人。这个黄人这个伤害啊，是其他人根本比不了的。就在体术方面上，这个黄人几乎可以认为是无敌的。好的，打到下一个阶段之后呢，这个 BOSS 他会起身练火，然后歪轴躲一下，抓过来1、2、3，然后直接一个炸，所有的东西全炸了，看没看见？一扣一蹬，好，直接接一手必杀，直接接一手必杀，扣起来直接秒掉。这个连招呢也是处理的非常好，只要赶紧打死通关就好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看看血量没吃满，不过不要紧。接下来的第4关呢，才是整个游戏当中啊补品最多的关啊，没有之一。就是说你任何的关底呢，没有第4关的血量多啊。这小狼都不搭理人，我好好的解说怎么搭理你的嘛，是吧？啊，好了，感谢我们的杂牌赠送的办卡，这都是老伙伴了啊。我狼回来之后都是回家了，兄弟们，非常感谢啊。好。这里面的话，第4关啊，我觉得最难的地方呢，是一堆那个什么的时候，一堆那个吃饭的那个地方。那个地方呢，落下来之后，很多人说练必杀就好了，有人不小心没落到那个桌子上，你想要跳上去的时候被那个蜡烛给勾死了，那点是非常惨的。然后对于这个 BOSS 呢啊，其实我实话实说，如果是速通玩法呢，可能他的套路啊，大神套路不一样。但是呢，如果要是猥琐的玩法，小狼都告诉你，那个牛啊，其实很傻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牛啊，好，这个地方呢，小的时候都是卡帕玩法，就是背靠背。背靠背玩法呢，就是一个人在左边，一个人往右边打，然后就没有任何问题。最难的还是这个冰箱，这个冰箱呢打咱们的话呢，会费很多的血量的啊。轻轻一撞。这个南瓜呢，很多人不会打。其实这个南瓜呢，可以选择用必杀来打。红人的话呢，他在空中可以有2段伤害，也可以连续的踢。这个位置他是利用歪轴的一个错觉，打完之后呢，只要把这个披风南瓜秒掉，底下的2个这个幽灵啊，就会不战自胜的啊，不用管。前跳一个撞，这里面的话，咱们要快速打他的话呢，可以看到他起身是抓了3点，然后利用歪轴卡位，连续打2套普通攻击，就直接把这个棒球给秒掉了。我们看看中间这个位移，
是必杀吗？不是必杀，是补血。补血其实也好啊，练超杀就可以。这个地方呢，很多人最害怕就是这个小，就是叫什么了？就小炸弹。这个小炸弹有的时候你打完，正好它这个屏幕移动一下，你爆完之后呢，没有那个出现那个摇圈劈腿那个招式啊，就非常难了。好，这个地方落到右边，打完之后可以直接练超杀啊。练超杀的话呢，你打了几下之后呢，2个超杀可以正好把这个桌子给打掉。但是呢，如果啊你要是练1个超杀打不了，你可以选择摸几下。这个地方呢，它拖，好拖，哎，看不见？不要往前走啊，自动拖怪，直接前跳扣啊，前正要跳扣过来，然后直接再扣，卡住一个 X 轴，看不看见？正好啊，它能往前走，勾过来。这个明显有点随缘了啊，这还是有点随缘了。这是浪费了不少时间，一灯好的，最后这个伤害是最高的，所以说他的想法非常好。这个灯又是没卡好位置，尽管是大神玩家，但是还是有两，你看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有失误的，又是有失误。他为了打得快啊，只能是这么随缘的去打。但如果说是猥琐的打的话，就几乎是不费血。这个牛很傻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尤其是你选小绿人的话，那就不用多说了啊。其实选什么人都一样。好了，跳起来，这里面呢，他留了一手这个 hamburger， 以备不时之需。这个 hamburger 呢，也算是一个中型的补品啊，所以说它吃不吃，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用处。这个游戏呢，还是有一点点啊，就是说，因为它的这个，你过关之后呢，你的血量不会涨，所以说你要过关的时候，最好是吃它的血量啊。你不吃补血的话，下一关没有血，容易出现被秒的状态。这个第5关的这个装置，如果他把自己身上的头套扔下来之后呢，会给不少的血。你看，这个就是这个升龙拳，鱿鱼升龙拳。刚才有小伙伴都你看，这里面还是一个最牛逼的投掷物品，就是这个骷髅头。这个骷髅头的这个非常厉害的啊，它是可以秒掉一个小怪的。啊，可以秒掉一个小怪的，但是这个很多人说，刚才那个骷髅头为什么没有秒掉这个蜘蛛侠呢？因为这个蜘蛛侠吧，它不是小怪，它是精英怪，它的血量是蛮多的。好，2个骷髅头，看不看见？这个小骷髅头的攻击力啊，可以秒掉这个发电，你看，一个直接秒掉。然后红色的蜘蛛侠它的血量天生比这个其他的小怪要多，在这里练一手超杀，然后上面那个蜘蛛侠最狠的是什么呢？他只要在上面那个火，他会自杀啊！就不知道怎么想的，他会一直往火上无限撞。这个也是游戏设计的一种乐趣啊！我感觉他是特意那么设计的。比如说在第6关，第6关有一个地方呢，空中会往下掉那个炸弹，然后呢有一些棒球的那个球棒，在这个2个火焰中间，然后直接被这个一会儿到那个地方你们就知道了，非常残忍。我觉得这个游戏有恶趣味的啊！打这个牛要用打刚才那个牛要用1条命的人，小伙伴肯定就是不会玩套路。好，这地方咱们看看卡了一个位置，这样的话不用打小怪，直接过图了。哎，对，就这个棒球棒。你想想，第6关这些棒球棒直接被这个一堆炸弹直接炸死，你也知道他怕火嘛，直接被炸死这么说。好，这个地方抓过来也是一个前跳，一手超杀。这个棒球的这个手套啊，我怎么看怎么像这个古川小夫，你知道吗？好，脱屏幕又是不用打了，这是唯一一个可以用脱屏幕来搞定的一个精英怪啊。但是脱屏幕是因为你屏幕非常长，而不代表什么屏幕都可以脱啊。好，这里面有大补，吃了2个之后剩一个大肉卷，这个大肉卷应该是整个游戏当中加血最多的吧？好像据说你都已经空管了，吃这个也能吃满。连续2个超杀秒掉，然后直接吃一个大肉卷，你看直接就是满啊！睡觉了，狼哥晚安 ，OK 啊，迷你小姐姐啊，晚安。好，这个看看鳄鱼博士啊，这个鳄鱼博士，又有鳄鱼牌皮鞋，又有鳄鱼牌皮包。好，注意力，这鳄鱼长得多喜庆啊！说实话啊，非常可爱啊。这里面他练了一个 AB 的血杀的必杀，打出来这个东西可以用来垫步，然后当做你的垫脚石。抓住1、2，然后再血杀。这里面不要吝啬血量啊，能打多少血就打多少血。起身，我们看看追地。这个时候呢，没有那个尾巴了之后，你只要抓它可以无限抓啊，就跟最后一关的 BOSS 似的。好，追地直接追死，抠，漂亮，3点抠死。然后你看啊，变成了一个鳄鱼的包，
啊，一个驴牌包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皮鞋，虽然说是金鞋，大家伙都知道，我这开个玩笑啊。这为什么鳄鱼一旦就鳄鱼就跟刀使上劲了？就我感觉这个就是这不诱导人消费呢吗？是不是？上次见我还是夏天的是吧？哎呀，我们的咪 KYO 都来了啊！好，又是3秒多钟直接 KO 掉，还是56下吗？那你看还是56下啊！这种连发工具，咪 KYO 也来了啊，非常厉害！来，猪哥刚才2手办卡啊，不小心坠了。好，看看这边前跑过来，这个直接拖屏幕了吗？不是拖屏幕，首先是这样的啊，先跑到这个地图是比较好，在哪儿呢？可以先把这个狗先拖出来，对吧？你这个狗它开门的时候还得用枪打开门，所以说非常的慢。这个管这个狗叫侦探狗啊。咱们开这个车呢，虽然说是无敌状态，但这个车的持续时间会非常的短。啊，蹬过来哎，你看直接被 Spark 了啊，撕咬。哎，你说哎，为什么狗都叫 Spark 呢？好多狗啊，在国外都叫 Spark， 尤其是那种肉食性狗啊，比如说猫和老鼠里面那个狗的名字也叫 Spark。很多人说小狼你那狗有名字吗？真的有名字啊，真的叫 Spark 啊。好，这个地方呢，我建议啊，还是练超杀吧。对，还是练超杀吧。这些狗很烦人的。一个超杀呢，反正有这个3个牛奶可以帮助咱们恢复血量。这个牛奶呢，虽然说不算是大补啊，就这个地方看啊，这棒球棒直接被烧死了。背景还是那个这个声音啊，老惨了啊！啊，强哥也来了啊，强哥。微信群里面叫什么不知道，还是叫强哥。微信群里面换名字了啊。好，可以看到还是有牛奶的，该放啊。这里面我跟大家伙讲一下啊，这里面的这个母狗，哎，这个最后这个狗肯定是母狗，哎，出来的时候可以直接练一手必杀。这个狗啊，头上还戴那个头花啊，手上还戴一个戒指。还戴在右手的食指，不是什么手上都有戒指的感觉。然后呢，你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头上戴个小花，我仿佛从屏幕当中看见了一朵小花，头上还戴个发卡，你看，少女系啊，这绝对是少女系的这个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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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的，一蹬，来。这里面如果是小黄人的打他的方法就会非常多，红人的前面那一顿打根本就不怎么费血，他这个就有点像拳皇里面那个超八神似的啊，超八神的那个八之女的那个必杀就是一顿挠的时候费血非常少，就最后那个咔的一下啊，血量非常多。好，我们看看有点难，他玩的毕竟是人脑啊，所以说还是难一点。一蹬要追地吧，追直接追死了，很危险。好，看一下这个小人长得像我们政治老师啊，我初中的政治老师长得就跟这小人非常像，连相，哎，真的连相，相信我，就是偏胖一点啊。好，第6关完事之后呢，就是最后一关，你看它贴图是有问题的，它贴图呢就是缺失，这个是模拟器已经是相对完整了，就是贴图丢了点儿，包括最后一关。进群目前没什么限制条件，就是怕内奸啊。对，郎总回归了。一会儿咱们看一下最后一关，最后一关的时间呢，其实并没有大伙想象中那么长，但是确实蛮长的啊。这里面呢有几个误区，因为咱们在最后一关这个地方的补品还是非常多的啊，真的不是大伙想象中那么少。所以说大伙一旦不行了，你该练必杀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吝啬。这不仅仅咱们是为了速通，主要就是什么呢？有的时候你为了这个节省这个不练这个血杀，不练这个超杀，然后呢变得对吧？你变得自己不小心会被秒的，真的啊。好，前过来，一手普通必杀蹬，一个心，这个心90%，我印象没错的话，甚至可能是100%都是这个加血的。它这个心可以留下来，我们看看这个位置打过来，好一堆。直接用前跳也能打出来这个效果，满地的补品，因为它有这一波东西啊。但哎，很可惜，但是这个心居然是武器啊！有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最讨厌的是武器，你哪怕呢，你给我一个必杀呀，是不是啊？如果运气好的话呢，它会出那个加血。有很多人把2个心都攒到最后可以留着啊，但是身上没有什么意义。好，在这里直接疯狂的补血。
这个饮料加血是最少的啊，又是古川小夫。这个人长得就跟小夫的脸是一样一样的，这不像小夫吗？对吧？钢铁武、古天小夫、野比大雄，真的很像啊。好，连登2个，这个运气不错。说是血就被打脸毒奶，哎，这个就必是血了。这2个至少有一个是血啊。好，这个血呢还能流下去是吧？啊，如果你看从空中。然后呢，一堆这个棒球棒，棒球啊，一会儿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你看会出来很多棒球，出来5个棒球，里面还有4个。这棒球还有美瞳啊，不是美瞳啊，就是眼睫毛啊，这个眼睫毛它非常可爱。其实这个游戏怎么想的呢？真的，好，3个鱿鱼。鱿鱼把鱿鱼头扔掉之后呢，变成章鱼了。由于是3个啊，咱们这个玩家呢，可能觉得不要用自己的体力去打了，还是正常玩吧。正常玩的话呢，不会出现失误啊，就是用必杀，从空中往下一跳，然后是一个飞机。这个飞机也不难打的啊，它虽然说比第1关呢要稍微的速度快一点，而且呢有在前面呢还有一定的这个，这叫什么来着？啊，叫做这个小兵的配合，有的时候还是挺难的。前面这个棒球最简单了啊，简单就简单在你可以选择一直抓它，也可以把它抓死的。这种棒球是非常笨的啊。好，连续用3个必杀直接抓死，然后会给你足够的血量，让你把这个血量补满。但是咱们的这位高手居然没有吃满，开局先练一手必杀啊，这一个必杀打了1管血。我们看啊，一共就2，哎呦，可是他这一次没整好啊，出现了失误，距离不够。你看这里面不仅有这种小炸弹，一会儿呢还会有这个小兵来配合。他这一下在速通的路子上啊，就变得非常的慢了。一顿转，然后砸过来。很多人说为什么第1个必杀费血那么多，而之后的必杀费血少了呢？这个是人物限定啊，就是你用其他人也是一样的，就是他刚出来的时候练那个超杀就直接掉1管血的。好，抓过来。一手血杀，空血的时候呢，只要你投技抓住了之后呢，是无限可以练这个 AB 的血杀的。抓住1、2，然后再血杀，应该是不会死。好，感谢我们的 MiKL 一手飞机大力支持。我狼今天啊又是屌了啊！登死之后非常抠，只给了1罐可乐啊，非常的抠，就给了1个可乐。然后我们看看打最后一关的这个 BOSS 呢，我们看看啊，正常的可以抓死他的，但是咱们的玩家怎么说？1、2、3。打倒之后抠地，再抓1、2、3，打死之后，我这个玩法，这个玩法非常的复古啊，但是不是无限的，空血来打，抓。好啊，你看他起身，只要不跳走的话，基本上是可以无限抓的啊。跳走练个旋风，然后再一个爆气，啊，冲过来，你这一顿干。但是速通的话，这么玩明显是慢啊，兄弟们啊，肯定是慢的。他前面还是费了太多的血，否则呢，他可以用血杀来先打伤害。好，再抓的话可以 AB 了啊，直接 AB 一扣一蹬。这样的话呢是23分钟多才通关啊，速度实在太慢了。小黄人的速通记录好像是20分钟19秒，啊，整整领先了大概是3分钟左右。你想想啊，所以说这就是差距。尽管呢这个也很精彩的，因为它有很多的失误，它失误加起来的话，我觉得至少能有1分半钟的时间，所以说还有发挥的余地。在片尾的最后呢，是感谢咱们的广州恒大宇宙队给大伙表演的这么一个视频，同时也感谢大伙的收听。如果大伙喜欢小狼，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。我们下期再见。